同学们，从今日开始，我校将实行新校规校纪准则。第一条，穿戴整齐，不烫发，不染发，男生不留长发，不剃光头。为什么偶像剧的男女主都这么悲惨啊？你说中年期的出车祸了，不会死了吧？夏志熙、茂远还要去追他，哭死我了！我怎么跟着你一起哭啊？同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社团的负责老师叫我们来的，说你们天文社的平均分几分不及格，叫我们来封掉你们的活动室，限期整改。你们抓紧整改吧，整改不合格，社团就要被解散了。这什么意思呀？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啊？他们要把天文社封了，你要不先出来吧？为什么呀？哎呦，怎么还哭上了呀？哎呀，快愁死我了！哎，你们先别哭，他们只是说暂时封锁。为什么？你俩女生怎么还哭了？怎么办？那个，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？我们先走了。我们先进去吧。二位以后，刚刚演技不错呀，演力说来就来。谁演了？我们俩看剧正看到虐的地方呢。为什么他们要封天文社？因为我校纪分拉社团平均分后腿了。林千羽，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剪头发吗？因为帅。小栗旬、浩南哥不都是长发飘飘的吗？现在不是帅不帅的问题，现在是学校让你剪，不剪就要解散天文社，还要开除你啊！林千羽，你是不是头发太长，把脑仁都吸干了？你头发这么长，你脑仁怎么没吸干啊？你跟我较什么劲啊？我没较劲，我就是不想剪。千羽，算我求你了，天文社不能解散。这个学我都不想上了，天文社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算了。林千羽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今天晚上赶紧找个理发店把这个头发给我剪了。丢掉的纪律分能补，赶紧给我补回来。我问过了，后面征文比赛可以加分，还有长跑比赛，这2个必须给我上一个。我带过3届学生了，且不论成绩好与坏，但没有一个是中途被开除的，也没有一个走上歪路。你不能当第一个，不能破了我的戒，你知道吗？走吧。李千羽，赶紧把头发剪了，我盯着你呢啊！宇哥，要不陪你剪头去？再说吧。哎，我妈今天刚买了个柜子，刚送到，但是她跟我外婆2个人搬不动，你们几个男生帮个忙呗。走呗，走。
娟姐，不是说到你们家吗？怎么到阿姨的理发店了？啊，我刚说的不就是去我妈妈的店里吗？我说的不是吗？是。是。你们到底要干嘛？带我来理发店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就是大家帮我搬东西。搬东西用不到那么多人，那我就先回了。哎，快绳子，快点绳子！大象，绳子！林千羽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干嘛？快，赶紧！去了哪儿？走！你们疯了！我们眼看着你被开除，那才是疯了！别动，别动，别乱动！别挣扎了，于哥，赶紧把头发剪了。补韩露，过分了！哎，你松手！你松手！你松手！于哥，我都说了我不剪。不是说这么开的吗？林千羽，林千羽，你要打架是吗？我懒得跟你打，不就社团吗？我退出，我这个社长的位子也给你，你不早就想要这个社长的位子了吗？林千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于哥，来都来了，要不然剪一下吧？我都说了我不剪，别过来！今天谁要是跟上来了，连朋友都没得做。于哥，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怎么能说出连朋友都没得做那种话呀？睡了没？还没。我还没睡啊。姐，明天帮我请天假吧，我不想去学校了。好啊，我明天去帮你请假，后天呢去帮你办退学，咱们姐俩一块儿在家里快乐似神仙。你是我亲姐吗？你不劝劝我，你还说风凉话。就是因为是亲姐，我才懒得劝你呢。你怎么想的？我还不清楚啊。你现在就是在气头上，我越劝你越逆反。就请明天一天假，在家冷静冷静也好。啊。不许玩手机了，赶紧睡觉。知道了。林千羽这破车可真倒霉，跟了这么个主人，这车说扔就扔。第一次见他这么无情。于哥说的那些都是气话，别往心里去。你说，等他明天醒来，发现咱们对他做的这些事儿，不会真的连朋友都没法做？咋可能？咱于哥贼拉仗义，最重哥们感情，就算把他家占了，他也不可能跟咱绝交啊！哎，这家过分了。喂，芊芊姐，我们到了。啊，门没关。哦，门没关。都睡熟了吗？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刚刚一直
是不睡，我都想给他下安眠药了。快进来吧。别跑，站住！啊，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，姐？这林天宇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你们又不捡了？真捡不了啊，姐！那家伙睡觉太不老实了，一会儿翻身，一会儿蹬腿，一会儿鬼哭狼嚎的。要不然咱还是想给他办法吧。你说林天宇这样，要是真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呀？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只能顺毛驴。哎呀，姐。他这样到底是在跟谁赌气啊？我妈。怎么还是这样啊？碰都不让碰，难受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次必须把头发剪了。郭老师说了，再发现一次直接开除。今天已经记过一次了，知不知道？老郭唬人的，我这个头发大半年了都这样，他要开除早开除了。那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立刻就得把头发剪了。这是动真格的了，趁这两天妈在家，赶紧让她给我剪了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臭毛病。哎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先把患者病情稳定住，保持 CTR 治疗，准备手术。对，我们1个小时以内到。妈，你们现在就走啊？哎呀，医院那边出了点状况，我跟你爸现在就得赶回去。那您帮我剪个头再走，随便剪，剪短就行。哎呀，现在不行，下次给你剪啊。不行，必须这次，不能再等了。你，好，你等我一下。哎呀。妈，我洗完了。妈说她赶时间，只能先走了。给你留了这个。所以说，于哥死活不剪头发，是因为这张卡。哎，要是我妈给我充了张礼卡卡，我得天天高兴死，我天天去捯饬头发去。不是于哥，这是闹哪门子别扭？他也是快成年的人了，
怎么还这么天天赖着他妈？我还巴不得我妈不管我呢。我能理解，太久得不到父母关注的小孩，就像小时候丢了一个很想要的棒棒糖，就算已经长成了不需要吃糖的大人，也会很想知道那颗糖到底是什么味道的。其实它什么味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要它，他却不知道。于哥可能只是希望父母能懂他的感受吧。唉，于哥也太可怜了吧。是啊，太可怜了。等被开除了就更可怜了。怎么办呀？先别着急，咱们从一点一点的小分开始补吧。于哥跟天文社，咱们都得保住。我听说学校最近不是有长跑比赛和广播站的征稿吗？咱们可以从这2项开始加分啊。哦，对啊，这不比薅一个头发来的容易？长跑比赛我已经报名了。哎，回头我再问问刘洋正味比赛的事儿啊。元儿，林千羽姐姐的电话你有吗？谁呀？陈夏，你把我征文稿件扔了吧？啥玩意儿啊？你是不是昨天掏绳子的时候把我包里那沓纸给扔了？不是，你脚底下那摞纸是你稿子，你没拿呀？是稿子啊。我明天就要读了，8份稿子，我上哪儿找去？不是大哥，这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我还合计征文比赛赚点分呢，现在估计也得倒扣了。那些稿子是我收上来的，还没人看过，咱们跟大家商量一下，熬夜给补齐吧。7个人，8份稿子，我写2份，肯定得你写。不好意思啊，芊芊姐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。没事儿，你来找我，我可高兴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经常听林千羽提起你，所以见到你觉得很亲切。其实我今天来，是为了林千羽剪头发的事儿。说实话，我很担心她被学校开除，也担心因为这件事儿，我们天文社被解散。我也很担心，所以我今天又给妈妈打了电话。可是她今天刚下了1台手术，明天还有1台手术，我也没能开得了口。我半个小时之前给于哥发的信息，喊他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写，现在还没回我，不会真生咱们几个气了吧？哎，不能，于哥不是那样的人啊。他来肯定是会来，但是呢，咱几个还是给他点面子吧。那毕竟孩子怪可怜的哈。这个多少钱？于哥喝饮料哪要钱啊？随便吃随便喝，包在我身上，这边请。于哥这边坐。来，于哥，快请坐。于哥还需要点什么服务啊？于哥，你写稿，题目是我的梦想。于哥，请接笔。那就勉为其难的写一下吧。谢谢哥。从前的画面又继续，好多美好的回忆。虽然好久没有联系，但我们那份友谊不曾冷却，升温秩序。那些不可言说的秘密，只有我们最了解，互相威胁又有据。那些永远说不完的话题，互相熬伤的心里，永不背叛的相信。好久不见，你的笑依然没变，熟悉的歌声却把我们拉回从前。气氛热烈，仿佛还是
上，聊着天，烦恼着梦在未来会不会实现。姐姐，梦想这种事我没办法撒谎。我的梦想是重新成为战斗机飞行员，这样才能救你回来，保护世界。可是这些是我们俩的秘密，我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我该怎么写呢？王涵路，快点，把你写的稿子给我，我马上就要去广播站读了。我没写。你没写？昨天大家不是说好了一人写一份吗？这差一份，一会儿我怎么办？抱歉。啊，没事。你最近还要准备长跑，是因为累了才没写吧？我想办法。走了，该广播了。哦，没事。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成功的民族企业家。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过一句话：理想是指路明灯，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。可能你的理想多如繁星，可能你的理想永世不变，但是不管我长大要做什么职业，做什么工作，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一条，永远不会改变，那就是要从小事做起，从自身做起，做一个对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贡献的人。我在一间小馆子里边吃到了人生中最好吃的一碗蛋炒饭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吃到美食的那一瞬间能带给人真真切切的幸福感。从那以后，我立志要成为一名厉害的厨师，烹饪出能让人感到幸福的食物。我也希望有一天，爸妈能为我的手艺而感到骄傲。站在台上跳舞时的我，感觉自己像绽放在寂静夜空中的烟火，短暂却闪亮。当我在舞台上旋转，裙摆化作飞扬而璀璨的光，绚烂飘渺。大声说出自己的梦想，或许也是坚持梦想的一种方式。我也可以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吗？用身体力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在最平凡的时光中慢慢实现最不凡的梦想。人间骄阳刚好，风过林梢，彼时我们挺起傲骨，正当年少。本稿完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最后一篇来稿。我没有最后一篇了。不是8篇吗？怎么回事？老师们都还在等着呢。在我童年立志要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时，并不知道这条路比想象中更加艰难。我在小时候偶然摔倒，擦破了皮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同学笑我太娇贵，而我会暗自担心许久，直到它彻底痊愈，没留下疤痕。为了保持良好的裸眼视力，小时候的我不敢看电视，傻乎乎的趴在邻居家门口偷听动画片的声音。为了体能达标，我每周都会坚持跑10公里，播撒着一颗梦想的种子。我跟你一起，就会收获一份梦想的力量。梦想似蝴蝶一样还有我翩翩起舞，那婀娜多姿的身段为梦秀出了自己缤纷的色彩。长跑比赛我们也报名了，我可不会给你们放水啊！在空中画出一道属于自己的彩虹。我能不能不跑啊？是促进我动物，这次的碰击分是我们生命的希望。
我坚信，只要一直勤奋努力的学习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我的梦想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喂，到天台，有事找你。如果天文社因为我而解散的话，你们会怪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想不想剪头发，是你的自由。你不愿意剪，我坚守天文社。这些理由对我们来说一样重要，没什么好怪你的。你决定了？如果要让朋友为我放弃梦想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能为了朋友接受成长呢？林千羽同学再不剪头发，可能会被学校开除。我想问问您，有没有时间帮他剪一下头发呢？我走的时候已经把理发卡给他了呀，他为什么不去剪呀？他一直在等您帮他剪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是他少有能和您单独相处的时光，也是他最珍惜的时刻。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，他这样做，只是希望您能多关心他一些。做好了，阿姨，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林千羽剪头发的习惯吗？我想试试帮她剪头发。小雨脖子特别怕痒，剪头发的时候，如果被人碰到了，或者有碎头发，她就会动来动去的不安分。后来我就在她的脖子后边垫了块毛巾再剪。别乱动，坐好。小雨的左额头上有一个旋儿，那里的头发如果剪掉了再长出来就会很难受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就尽量避掉。小雨小的时候剪头发，总是爱眨眼睛，流眼泪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碎头发进了眼睛，太扎了。所以后来我给她剪前面部分的时候，我就用张纸给她挡一下，挡掉那些碎头发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对我这么了解。以前的每一次头发都是他剪的。我一点都不了解我们的儿子，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我给他剪头发。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原因呢？小雨他一定很怨我们。可能他觉得，就算说了，我们也给不了他。我们只能以后都和小雨沟通，多花点时间在他身上。天下哪有不在乎、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妈呀？他以后再也不会给我剪头发了吗？
因为在他心里，你已经长大了。所以呢？就可以言而无信了。以前的每一次我都退让了，无论是他去出差，还是去医院，还是照顾姐，我都可以等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，都比我重要。如果他真的不在意你，就不会关于你的每一件事都是脱口而出，事无巨细，大到你吃榴莲过敏，小到你脖子怕痒，每一个点，阿姨都能联想到你小时候的习惯。可是他为什么就不能给我5分钟？为什么？我只想要5分钟。因为那时候他是医生，这些道理我都懂。但是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也能这么冷静吗？这样的机会，我做梦都在盼着。可是最爱我的人，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对不起。还没剪完呢。凉。痒。知道痒你就老实待着。这还不老实啊？好像镌刻下余生最浪漫的形状，我在被是你认真理想模样，快乐倦了人就念念不忘。哎呀，韩露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昨天到底怎么样了呀？说一早上了，口渴嘛，来喝点水。不用。可是如果于哥今天还是顶着一头鸡窝，那我们天文社真的要流离失所，无依无靠了。快看，据说是超级大